图波列夫图160是苏联图波列夫设计局现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研制的超音速变后掠翼远程战略轰炸机，北约赋予的代号为海盗旗，同时其优雅的外形和俄罗斯空军的白色涂装使其也被赋予白天鹅的美称。图160是世界上最大的轰炸机，同时也装备着世界上推力最强劲的军用航空发动机。图160旨在替换图 22M 轰炸机，并与美国空军的 B-1 轰炸机相抗衡。后起之秀的图160速度比美国 B-1 轰炸机快80%，比 B-1 轰炸机大降近35%。图160的航程比 B-1 轰炸机多出将近45%。发展历史：1967年，苏联空军提出要一种多用途洲际轰炸侦察机，在18000米高空速度3200至3500千米每小时，低空航程11000至13000千米，高空亚音速航程16000至18000千米，具有超音速巡航能力。最初竞标的是苏霍伊设计局和米亚西舍夫设计局。然而，专家初步研究后认为，按当时的技术条件，研制这样一种飞机是不现实的，因而项目终止。1970年，苏联空军降低了技术要求，最大亚音速航程缩减为14000至16000千米，冲刺速度为2000千米每小时。参加竞标的为图波列夫设计局和米亚西舍夫设计局。评审结果，图波列夫设计局获胜，内部设计编号为70号工程。是非服役：1975年1月，图波列夫设计局冻结技术设计工作，并最终放弃原来类似图114和协和飞机的方案，改为米亚西舍夫设计局采用可变后掠翼的 M18 方案。因而可以说，图160是上述两家设计局共同设计的。1981年12月19日，图160原型机首飞。1987年开始装备部队，1988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苏联空军原计划要100架，但1991年底苏联解体，经济陷入困境。1994年6月，图160被迫停产，一共只生产了25架。苏联解体后，这些飞机分别被乌克兰和俄罗斯继承，其中俄罗斯得6架，其他19架飞机因驻留基地都在乌克兰，因而均归其所有。设计特点：结构设计。图160轰炸机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一身融合体设计，机翼为变后掠翼，装4台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成对地装在机翼下靠近飞机重心的2个发动机短舱内，十字形尾翼，武器舱位于机身中部。图160的总体气动布局与 B-1B 极为相似。相似的总体布局表明，两国设计者均想通过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将轰炸机航程远、续航时间长和武器载荷大的特点与低空高亚音速和高空高超音速突防能力结合起来。从 FB-111逆火到 B-1B 和图160，变后掠翼布局已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然而，图160与 B-1B 却又有很大的区别。图160大约比 B-1B 大20%，它的翼展平直状态55.75米。全后掠33.53米，长度53.95米，高度13.72米，机翼面积370平方米。而 B-1B 的翼展平直状态41.67米，全后掠23.84米，长度44.81米，高度10.36米，机翼面积181.2平方米。图160的机翼平面形状、后掠角、展弦比、枢轴点间距与翼展的关系与 B-1B 的差别较大。而类似逆火轰炸机。另外，翼根部位厚度的增加为6轮主起落架的收起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轮胎向后再向上收入机身内部。从海盗旗的翼根可看到，翼根前缘边条附近的结构对接接头，这表明图160的机翼是通过整流边条与机身融合的，而不是像 B-1B 那样把翼身作为一个整体结构来设计。动力系统。图160翼下装载4台库兹涅佐夫 Mk321加力涡扇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137.3千牛，加力推力245千牛，发动机重量为3400千克，推重比7.35。图160的4台发动机分别并列安装在靠近机身的2翼下，这4台发动机产生的推力大大超过 B-1B。B-1B 装备的是通用电气公司的 F101GE
102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8000公斤，加力推力13608公斤。图164台发动机所产生的最大推力，相当于 B1B 开加力时的推力，开加力时的推力比 B1B 大65%。图160的飞机推重比为 0.36， 而 B1B 的为 0.3。武器系统图160有2个武器舱，均可容纳一个能发射6枚 AIS-15 撑杆亚音速空射巡航导弹的旋转发射架，也可携带巡航导弹、短距攻击导弹、核弹、常规炸弹和鱼雷等多种武器。此外，也可以更换挂架携带常规炸弹。航电系统图负160安装有齐备的火控、导航系统，有能够在远距离预先发现地面和海上目标的预警雷达。此外，还安装了光电瞄准具、地形跟踪系统、主动被动的电子对抗系统和空中加油系统等。飞行操纵采用中央驾驶杆，驾驶舱内的仪表设备有传统的，也有机械电子的。在驾驶舱内还有休息室、厕所和食品加热柜等。图160还装有攻击和防御用的电子设备，其体积和重量超过 B1B。如前所述，图160的机翼平面形状是从逆火演变来的，但是由于图160的发动机不像逆火装于机身之内，而是装在机翼之下，因此它的机身也比逆火细长。这样固定翼的边条几乎延伸到头部，这样必然加大机根的厚度，从而加大固定翼内的燃油容量。图160的内部载油量为15万公斤。服役历程：苏联解体前，多数的图160布置在乌克兰境内。据报道，乌克兰从1999年底开始将8架图160交给俄罗斯，用于抵偿欠俄罗斯的外债。另外附带3架图95MC 战略轰炸机和相关地面设施，还有575枚巡航导弹。最后2架图160于2000年抵达俄罗斯。另外，俄罗斯还在缓慢地生产新的图160轰炸机，其中第1架已在2000年5月服役。2003年9月18日，在俄罗斯萨拉托夫地区恩格斯空军基地附近发生了一架图160坠毁的严重事故，4名成员全部丧生。事后，俄罗斯停飞了所有图160。俄空军称，引起事故的原因是一台新发动机着火。飞机上的成员在事发时驾驶该飞机远离了有2万人居住的村落和巨大的地下天然气储存设施，避免了一场严重的环境灾害。截至2005年，俄罗斯有15架图160轰炸机，计划将它们服役到2030年。2003年8月22日下午，俄国防部长谢伊万诺夫搭乘2架图160战略轰炸机从萨拉托夫州空军基地飞往远东。在9个半小时的飞行中，图160进行了超音速飞行、超低空高速飞行、反战斗机攻击等一系列项目的演练，而后降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郊区的克涅维奇机场。自1987年图160装备部队以来，伊万诺夫成为第1位乘坐和协助驾驶这种战略轰炸机的部长级高官。伊万诺夫在机场对记者们说，2架图160战略轰炸机是首次参加远东地区的演习。俄罗斯现在正对图160进行现代化的改造，配备最新武器。经过这次飞行体验，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图160仍然是俄国引以自豪的远程战略轰炸机。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正式列装图160战略轰炸机的命令。近18年来，图160一直处于试用阶段，也就是说，在此期间曾驾驶它的空军飞行员都只是严格意义上的试飞员。2007年12月28日，俄罗斯图波列夫公司的试飞员伊万诺维奇·茹拉夫列夫在戈尔布诺夫喀山航空生产联合体完成了新型批生产的图160飞机的首飞，这是俄罗斯航空工业获得的巨大成就。2015年11月，俄罗斯空天出动5架图160、6架图95MS、12架图22M3轰炸机对叙利亚境内恐怖组织发动攻击，共投掷144枚炸弹、34枚巡航导弹，这是图160首次实战使用。